被团团围困在马里乌波尔的亚速营指挥官企图跑路，不曾想遭到俄军的伏击拦截，进而跑路失败。一起来看详细情况究竟如何。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马市的战斗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亚速营陷入分崩离析，不再是一个有效的组织。亚速营大部分成员不是被车臣猛男击毙，就是沦为阶下囚，举手投降。城内的乌军同样也是如此。而犯下反人类罪行的亚速营指挥官则非常惧怕自己落到 DNR， 也就是东乌民兵或车臣部队手里，因为他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下场。而乌海军36旅的指挥官也要求乌克兰高层协助其尽快撤离。明眼人都知道，马里乌波尔地区防御已经彻底崩溃，俄联军获得胜利已成定局。3月19号，泽连斯基将乌克兰英雄的荣誉称号授予了第36独立海军陆战队旅指挥官阿纳托利约维奇上校和亚速营指挥官丹尼斯·亨纳迪约维奇少校，以表彰他们在捍卫英雄城市马里乌波尔所做的一切。因此，为了拯救这2名乌克兰英雄，乌克兰军方开始考虑以空中救援的方式，帮这2位刚刚受勋的指挥官快速从马市跑路。然而，从开战之初算起，马里乌波尔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已经被俄军牢牢掌握在手中。而在地面上，俄联军已经将马市完全包围。理论上，乌克兰军方完全没有能力帮助马市的亚速营和乌军指挥官撤离。而俄军在战争期间开放的地面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同样对于亨纳迪约维奇少校和阿纳托利约维奇上校没有任何的作用。因为亚速营在俄军内部已经是臭名远扬了，俄军都知道这个指挥官的长相，如果贸然从人道主义通道逃离，完全是不可能的，乔装打扮也不行。俄军和东乌民兵乃至车臣猛男们都知道这脸长啥样，记在了心里。俄专家认为他们根本不可能骗过检查站，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乌军只能仓促上阵，派遣直升机以低空飞行的方式潜入马市，带走亚速营指挥官和36海军指挥官。不过此次跑路行动不出意外地被俄军挫败了。根据俄联邦国防部28号的消息称，俄罗斯武装部队在亚速海上空击落了一架飞往马里乌波尔的米8直升机。这架米8直升机是在距离马市5公里的亚速海海面上被俄军防空部队凌空打爆的。俄军方声称，这架飞机的任务就是为了紧急撤离抛弃下属的亚速营指挥官和其他指挥官。有网友称，击落直升机的时机不对，应该要等到这2位指挥官上机后，俄方再将其彻底击落，这样就能确保把亚速营指挥官直接击杀，同时在士气上重创守城部队，进一步瓦解敌军的抵抗意志。俄专家称，乌克兰方面试图撤离亚速指挥官的原因很明显，基辅打算让他们在其他地区传授和俄军的战斗经验、技能和知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撤离指挥官，意味着驻扎在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军队和亚速营事实上已经被基辅当局彻底当作弃子抛弃，这将对守城的残余乌军和亚速营的士气造成致命的打击。然而，或许正是因为不可避免的失败，亚速营才将怒火发泄到了当地平民身上。俄军从亚速营手中解放出来的马里乌波尔市建筑物的地下室中，发现了带有残酷酷刑痕迹的平民尸体，被亚速营折磨得不成人样。此外，从该市获救的平民也证实了令人发指的事实：亚速营在知道有孩子和妇女在地下室里这一情况后，故意向他们投掷手榴弹，企图将他们炸死后栽赃给俄军炮击，可谓是心狠手辣。俄网友认为，对于这些完全丧失人性的武装分子，俄军不需要再心慈手软了，对于他们就得彻底歼灭。与亚速营指挥官打算仓皇逃命的举动相反，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倒是在28号亲临马市鼓舞士气，并且亲临一线指挥车臣部队战斗。士气高涨的车臣部队加快了清剿亚速营残余的速度。
卡德罗夫甚至还呼吁乌克兰，希望他们从马里乌波尔带走亚速营的尸体，喊话乌克兰派点收尸队过来收尸，可谓是嘲讽感满满。可以说，仗打到这个地步，在马市的亚速营已经彻底完蛋了，其指挥官被活捉也是必然，如若不然便是畏罪自杀，不可能有别的下场。根据未经证实的消息，俄联军打算活捉亚速营指挥官亨纳迪约维奇少校，并且带回俄罗斯审判，令其为累累罪行付出应有的代价。